7环，再来。吴源，上了战场，你不能一手拎着枪，一手拎着酒壶，你更不能把你的枪法依赖在酒精上。可我习惯了。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应该很困难，但是你必须得摆脱这东西啊。这次中队安排你来海训场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你戒掉酒。吴源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来，目标正前方，人行靶。再来，再来。这靶子搁得太远了，我去挪近点。哎。鲁岩，给。用不着。鲁岩，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，欠别人钱我是一定要还的。给。我没零钱。你就拿着吧。我说你到底烦不烦？不就1块钱吗？你有完没完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说话声音大了一些。那天肖队长说你有梦游症，我没有，那是蒋小鱼胡说八道的。你声音又大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梦游症。一个长期失眠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梦游症呢？谁告诉你的？蒋小鱼吧？我毕竟学了5年的医，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。鲁岩，我是真心想帮你的。我是王成，我是王成，向我开炮！烽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，侧耳听。自己玩的挺开心啊。报告，我在揣摩英雄人物一不怕死，二不怕苦的精神。好，不怕苦就去厕所安个门兵，来女兵。啊，我还得捡垃圾呢，我一会儿还得做6菜1汤啊。不耽误，反正都是你的活儿。哎，不是啊，这怎么做饭、刷锅、刷碗、捡垃圾、给厕所安门别这种又苦又累的活儿都是我的呀？累吗？比下海捞碎片还累吗？哎，谁让你是老兵呢？你说了算。从今以后我管你叫师傅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汤来了，嘿嘿嘿。小鱼，辛苦你了，你一个人做这么多菜啊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，这不你来了吗？我们小鱼啊，做菜的手艺那是没问题的。师傅，师傅，您的汤。来，你们的汤。谢谢。兄弟，喝汤喝汤，来。师傅，汤的味道不错吧？嗯。哎，强子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今儿状态不太好啊！啊，你也不能认怂啊！我要不是拉了一晚上稀，你连我背影都见不着。站来！
啊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来给你送纸来了。谢谢。你那儿没有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小王八蛋呢！我回来。等着，你小王八蛋呢！有时间吗？怎么又是你啊，小凡？小凡，你是在叫我吗？那你觉得这里还有比你更烦的人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叫我小凡，记住了吗？哎，我问你呢，有时间吗？没时间，我很忙，一会儿帮乌云压子弹呢。今天乌云不打实弹，只练习技术动作，所以你可以休息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。帮忙？教我骑自行车。行，小凡。小凡啊，今天第10个跟头了呀，还学吗？学。啊，您的身体壮如牛，我怕一般的剂量不奏效。你怎么那么有办法呢？你自己说怎么办？不知道。2条路：一，从明天开始起给冲锋钟刷油漆的活你干；二，剩下的你吃了。我擦油漆。好。师傅，这是治拉稀的药。真的吗？像毛洗保证。哎，乌云，你副队长呢？不知道，下午就没看见他。武岩也没见着啊。唉，我平时喜欢听音乐，放松放松。那你唱歌一定很好听了。我也喜欢音乐，我更喜欢唱歌。哎，不如我给你唱首歌听听啊？你愿意唱的话，你就唱呗。那我唱了啊。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里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。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了。哎，陆岩，其实你的笑容让人看起来很舒服。是迷人吧？脸皮真厚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。你们俩为什么非盯着我打靶？我们是这海训场的高级教练员，分析和记录参训者的数据是我们的分内工作。
我知道你们俩为什么盯着我，不让我喝酒呗。我不喝酒打不好。只要用心打，不容易的杂念。现在是我们盯着你，在战场上就是敌人盯着你，疏忽1秒你就会没命。我要是你啊，根本不来遭这个罪，在家找个人舒舒服服嫁了。你说你一个女孩，还选了个最难当的兵，海军陆战队，真打起仗来你行吗？我怎么不行了？女人和男人一样，扣动扳机又不需要多大力气。再说了，战争为什么要让女人走开？因为你面前站着中国最强的士兵。我喜欢你的回答，但没有人喜欢战争。可作为中国海军陆战队，你必须学会怎么打仗。回报你的将士只属于极少数人的骄傲。军中之军，刚中之刚，是我们的名片。可这张名片的背后写着寂寞、艰苦，甚至是死亡。吴云，为什么你入伍后要剪掉头发？是为了向你的过去告别，包括你的酒。在战场上，你不可能因为没有酒而不去完成任务。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？退跪一下，我去个厕所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不会骑自行车吗？在我6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在大院里学自行车，结果就被一个醉酒的司机给撞倒了。当时那车轱辘离我的脑袋就在不到10公分的地方停下来了，惊险吧？打那时候起，我一看见自行车就害怕，更别说学了。那看来军营的生活改变了你很多啊。其实，并没有改变我很多。我以前害怕的东西，现在依然害怕。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勇气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即使你感觉到害怕，但仍能迎难而上；即使你感觉到痛苦，但仍能直接面对。我觉得你一定是有一直不愿意面对的事情，对吗？没关系，等你想告诉我的时候，再告诉我吧。班长，你学那招用了多久？哪招啊？把火柴头打着。你想学这个？为什么？我想学。你喜欢挑战别人轻易做不到的事儿。嗯。吴云啊，你枪打得不错，但不是每个神枪手都能够成为优秀的狙击手。那怎样才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？丫头，你要想成为最优秀的狙击手，得用这儿。哎呀，这鸡还没起呢，兄弟。哎，那个崔杰和乌云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又不用换弹夹，又不用教人家骑自行车了，起这么早干啥？哎呀，这怎么还笑上了？太瘆人了！不会真梦游了吧？你给我一边去！哎，嘿，我这暴脾气，我一掌把你打到墙里，抠都抠不出来，我一脚把你剁成照片。还热乎呢，再睡会儿。
神经病，起这么早。就起得比咱早的啊。看来这小子身体条件还不错嘛，咱们可不能被这信兵超过呀。老同志有点不自信啊，可能吗？很有可能。 10年后。 陆岩兄弟啊，从我第一天到海训场，我就担心，咱们这海训场，除了那警卫连，就咱们4个人，已经有2个怪人了，要再加你一个，这海训场真变成精神病院了。我想到了结果，可是没想到速度这么快呀！别把我跟他们俩搁一个坑里。我白天练只不过想出一身汗，晚上能睡得踏实一些。 总比你整天在屋里拿着扑克牌给自己算命强吧？我不是给自己算，我是给咱俩算。那算出什么来了？算出来了，咱俩这海训场啊是出不去了。你也省省别练了，再练咱也出不去了。我练，并不是为了出去，我空顶着大学生和游泳冠军的头衔，本来应该在体工大队备战奥运会，可没想到，现在却在这里帮一个女兵压子弹。 哎呀，兄弟，在这种地方，你拿自己当葱花，谁拿你炝锅啊？我知道我鲁岩空怀一身本事报国无门，但我至少不能荒废我一身本事吧？兄弟，我知道你是真想练，可是我帮你算笔账啊。首先，咱们这儿设施不齐，没有游泳池，也不知道外面的消息，最重要的是没有教练。 一句话，咱们在这儿就是瘸驴配破墨。你在这种地方练，你怎么可能保持状态？你在这种地方练，你怎么可能参加奥运会？兄弟啊，你要想参加奥运会，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就是申请退伍。可是入伍服役至少2年，你现在1年都不到，你等2年的时候，你退伍了。 你到了国家队也变成一员老将了，当然了，那是笨人的招。你要是想现在退伍，我给你出一招。你找一根铁棍子，把自己的腿打折，上面肯定批你提前退伍。然后呢，你回家去养3个月，养好了参加奥运会，养不好参加残奥会。闭上你的臭嘴！ 说的都是实话嘛。如何？鲁岩这小子有2下子啊！吓着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人家可是正经八百的游泳冠军。 我们寿营自由泳的记录就是他保持的。哦，秦叔宝的黄骠马来头不小啊！鲁岩，上来！小子，条件不错，有兴趣跟我们一起练练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会练。 你这游泳姿势不对。您老别开玩笑了，我的泳姿可以放在教科书里的。没错，这是最标准的泳姿。但打仗的时候，你身上要背着各种装备，这么游可就瞎了。不管背多少东西，该怎么游就怎么游。游得快的呀，它还就是快。那要不要和我比试一下？比什么？咱们就从这里开始，看谁先摸到那个浮标，怎么样？小小鱼，哎你喊开始。 ，OK。鲁岩，
你可别输给人家啊！你要输给人家，你就别回来，你就喂鲨鱼得了。别废话。来，站一排，站一排。预备！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老人家先热热身吧。啊，老邓，你有点兴奋呐。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，听我口令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。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，英雄的战役在展翅飞翔。海军战士斗志昂扬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不伤荣光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年轻的心在大海上翱翔。你干嘛让着他呀？我已经尽力了。可身上这东西实在由不起他。小子，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，不是在哪儿你都是冠军。哎呀，山呐，这不服老不行啊！有这么2步就开始喘了啊！想当年参加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时候，就这个距离游上3个来回，那就跟逛大街似的。是吧？国际侦察兵大赛，哎，那个奖杯是真的呀？谁告诉你是假的？那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这么光荣的事儿，你们怎么把奖杯藏在抽屉里啊？我藏抽屉里都能被你给偷了，这要摆明面上，现在连奖杯尸体都见不着了吧？我想跟你们一起练。真想跟我们练？咱们可事先说好了，我和山子都是练惯了的人，这一天不练呀，浑身就难受。你要是真想跟我们练，以后在这海训场可就没有逍遥的日子过了。只要你们肯带我练，怎么样都行。哎，鲁岩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累得吃不下了。哎呀，自从退下来到了海训场，这都多少年没带过兵了。我们俩呀，在这足足当了8年的光杆司令。新兵带就跟又回到大部队似的啊。鲁岩，明天开始你跟着我练，咱们从基础体能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儿。哎，去，练啥体能啊？直接上项目。鲁岩，别听他的啊，你要跟着他练，你可就废了。凭什么跟我练就废了？山子，你自己的本事是大，但这带出来的兵，我可不敢恭维。当初咱们老连长怎么说的来着？你刘小山带兵，那就好比是关公卖豆腐，人硬啊，货不硬。那怨我吗？我看看给我的都是什么样的货色。哎，要是把鲁岩给我，那我就是关公卖大刀，人硬货更硬。你甭管你怎么说，人家鲁岩呀是看了我的本事才决定练的，要带也应该由我来带。老邓，你刚才那是憋的，主动在那儿显摆。鲁岩，看过我游吗？没有吧？但你是搞游泳专业的，你应该知道啥叫流线型吧？跟我练没错。哎，鲁岩，自古以来，一个徒弟不能拜2扇门。你想好了，到底跟谁练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想好好的练。知道啥歌吧？我要飞得更高。对，你要飞得更高，游得更远，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高，放得更远。眼光不会比他差吧？那当然不会。当然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鲁岩，你可想好了，
这拜师要是拜错了门，同仁堂药店你都买不着后悔药。跟你说，我说二位能不能让我说2句？闭嘴！就说1句，啊，一句。那个，我知道二位都是高手，其实很简单，你们俩比一场，看谁是高手中的高手。你们俩谁赢了，陆岩就跟谁练，咋样？就照他说的办。二位大侠，平手。李月爷，比就比。谁先到的？好像是老邓先到的。我赢了，不可能。也有可能是您先到的。哎，到底谁先到的？我没看清楚，说实话。要不你们再跑一次得了。再换个项目，劈砖。就劈砖。预备，开始。又平了。那个2位大师，你们俩还想比点什么？开始。又平了，还比什么？随便。预备，开始。又是平手，那个，你们俩还想比啥？要不咱们先开饭得了。不分胜负，谁也不许吃饭。训练场，比照安。都听我的啊！你们俩，谁先越过那个战术网，谁算赢。我在终点等你们，你们俩等我哨啊！走。准备好了吗？听我的哨子啊！预备！
胜负已定，准备开饭吧。搞什么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肯定是时间长了，绳子糟了。这是天意啊！老邓，这个比赛不公平。不公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愿赌服输啊！鲁岩，明儿一早咱们就开练。是。山子，不好意思了，你还得继续当你的光杆司令。不过呢，你要想带兵过瘾呀，你身后还一个呢。你过来。走。你带徒弟，我也带徒弟。我带个孬兵也能赢你的鲁岩。哎，这里边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？你们不是争鲁岩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让你说话了吗？你不是管我叫师傅吗？我就成全你。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就是我的兵。明天就开练。好，山子，咱们俩在这海训场较了这么多年的劲，这胜负啊一直不分个高下。这回咱们看看谁带出来的兵更牛。行，要比就好好比。你说吧，比什么？先分队。好，那我和鲁岩就用我当年在马尔斯的绰号——铁血队。我们叫硬骨头队。我骨头不硬。你说什么？你瞪眼，我骨头也不硬。训练计划，你的。第一天，仰卧起坐600，俯卧撑600，引体向上600，40公里越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师傅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去个0我也做不了啊！嫌少啊？这还少？这只是地上训练项目，明天给你安排水下项目，跟射击训练。师傅啊，我比窦娥他老人家都冤。你说你们俩打赌，拿我撒什么气啊？你看看你个死样子，脸对得跟坨烂海带似的。从今天开始起，我就是你的队长，你就是我硬骨头队的班。知道我们为什么叫硬骨头队吗？肉都让人家吃了，剩下没人要的骨头都跑你这儿来了呗。你又知道了，给我站着！给我站着！因为我的队，无论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身处任何环境，无论是打突围还是守阵地，都是对手啃不动的一块硬骨头。从今天开始起，你就要给我做那块硬骨头。师傅，您看我这一身骨头，哪块最硬？让他们啃。好，我就看看你身上206块骨头，哪块最硬。哎呀，师傅！加油！快！加油！搞什么？到位！能不能干？想不想干？会不会干？能不能干好？鲁岩，早饭前先来个5公里越野跑，热热身。是。山子，那就麻烦你们把早饭做好了。做什么早饭？我们班忙着训练呢。小雨，到8公里。啊！鲁岩，下蹲100个，比他多100。小雨。山子，何必呢？这铁棒能磨成绣花针，这木棒啊，磨到头它也就是根牙签儿。材料不同，你再努力它也没用。是磨出根牙签儿，我也给你扎出血。蒋小鱼，不管他做多少个，都比他多100。
前不拉歌，吃饭吃不下。老道，好久没拉歌了，给我滚！饭前不好了嗓子，吃不好饭。没问题，奉陪到底。陆岩，军中之军，预备，唱。师傅，我跑调。唱。军中之军，军中之军，刚本是祖国的热血儿，祖国的热血儿，尖刀把竹敲，炮弹呀风的号角吹响，冲锋号角吹响，吃苦。勇郎中，我饿得不行了，你再不吃饭，我这胆汁儿就吐出来了。我也没吃饭，不拉歌，别吃饭。背水攻坚势不可挡，海军陆战队的战旗没有向前方。爷，你一点都不跑调，我爱听。走，吃饭去。我回来。什么时候唱出力度，什么时候给我吃饭。是。军中之军，唱。军中之军，刚中之刚，我们是祖国的热血儿郎。尖刀把竹敲，炮弹压上膛。大上。山子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打住。就蒋小鱼那细胳膊细腿的，让你这么练去，非得练出毛病不可。胳膊折了再接上，劈开了再缝上。你说你这是跟我较真呢，还是跟自己较真啊？你又不是看不出来，蒋小鱼跟鲁岩不一样，他除了憋气时间长点，他连个普通的侦察兵水平都达不到。老赵，把普通变成不普通，那是本事。老大，一会儿回去咱们开个小会，定一下流动红旗的评选方案，求这就是咱们的奖励措施。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反正甭管怎么定，这旗子都得挂在我的床头上。得了，我先回去给墙上挑个钉子。主任，做100个俯卧撑，给我打把式。是。92。师傅，我错了。怎么错了？你吞烂菜蛋！我偷奸耍滑了，我。哎呀妈！我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党。师傅，你松开我们！师傅，看，是什么？这是流动红旗啊！我要它挂在我的床头。是。坐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累死我了！张宇，你给我起来！3枪都打不中我10环，好意思睡觉吗？师傅，我实在是累得起不来了，要不你把我当靶子，给我一梭子，让我踏实的睡得了。行，你就是死，也得把红旗给我拿回来再死。你怎么就跟我死磕上了？我上辈子欠你的。你上辈子不欠我的，你这辈子欠我的。谁让你把我的奖杯打碎了？就这，就够你小子还一辈子的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辈子我跟你死磕到底。嘿，不就是侦察兵大赛2等奖吗？有什么呀？回头我还你个1等奖的奖杯。什么？就你给我拿个国际大忽悠1等奖还差不多。今天不打及格，不准睡觉。要不明天你接着给我捡垃圾去。捡垃圾就捡垃圾。你这坨烂海带！跟刘小山的魔鬼训练比起来，我更喜欢捡垃圾。捡着捡着，我觉得自己就是这片沙滩上的垃圾。可问题是，谁会把我捡起来呢？鲁岩说我是破罐子破摔，我说破罐子真能破摔就好了，自尊心当真摔成8瓣，一片一片躺在地上，那才彻底踏实。老天爷呀，你咋天天让我捡垃圾呀？我不是那命，我这长着南斗6星呢。
最近没变色儿，还得等待。